凡人修仙传中关于天灵根和武灵根的修行误会。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凡人修仙传中关于天灵根和武灵根的修行误会。有一些书友认为天灵根修行前期厉害，后期拉胯，而武灵根修行前期拉胯，后期厉害。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首先，天灵根并不是修仙的终点，它只是一个起点。拥有天灵根意味着修行的压力较小，可以很容易的达到结丹期。但这只是一个起步，真正的修行之路还在后面。伪灵根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达到的天顶，在天灵根者看来只是起点。其次，天灵根在任何地方都是强大的，无论何时何地，天灵根都是天才，能够用较少的资源修炼到化神巅峰。在灵界，天灵根仍然是各方势力争相争夺的对象，因为他们能够以很少的资源就达到了其他灵根修士所需的境界。与此相反，武灵根被认为是垃圾资质，在炼虚之前并没有优势，需要等到那个阶段才能发挥作用。培养一个武灵根修士所需的资源，可以培养2到3个天灵根修士。当然，资源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下界，资源有限，对修行造成了限制。武灵根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而且很难弥补这个缺陷。你花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资源去培养一个武灵根修士，还不如培养1、2个天灵根修士，或者集中资源培养出一个高境界的丹灵根修士。有书友提到，凡人修仙是以资源修仙，而不是以天赋修仙，所以灵根的好坏并不重要。但事实上，灵根非常重要。天灵根在人界可以稳定元婴期，而垃圾灵根可能在筑基和结丹阶段都会遇到问题。例如，韩立的师傅黄风谷就是因为灵根不好，在进阶时失败身亡。另外，有书友说武灵根只有在人界才是废物，如果在灵界或仙界出生，很多大宗门都会争相要他们。事实上，天灵根在灵界也是非常稀少的，各大宗门和势力都希望收入门下。毕竟在炼虚之前，天灵根者肯定比普通灵根者强大得多。再次强调一点，天灵根在任何地方都很厉害，这不仅仅是因为灵气的问题，更是因为修炼资质的问题。武灵根突破境界的难度很大，基本上是一条死路。只有主角拥有4灵根，并且拥有超级外挂涨天平的情况下，才能在人界安稳升级。要是没有这些条件，即使是武灵根也很难过关。韩立拥有4灵根，虽然是伪灵根，但也需要丹药、资源等一系列机缘才能取得进展，而且他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如果韩立只有武灵根或其他杂灵根，连第1关末大夫都过不去。因为武灵根需要更多的资源，能够练到2、3层气运已经非常好了。有人认为灵根越多越废，是因为修仙环境和资源的问题。古代修仙者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当时灵气资源充裕，可以拥有多属性功法和法宝，而不必担心资源问题无法突破。相比之下，丹灵根修士的修炼速度并不能与之相比。现在的人界灵气稀薄，资源稀缺，因此天灵根成为了好资质的象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2个元婴期的武灵根修士如果能学到的功法和可使用的法宝与天灵根相比，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如果2者打起来，显然天灵根更厉害。最后，还有一位书友对韩老魔有无限丹药的观点表示怀疑。事实上，韩老魔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其他人肯定不能像他那样堆丹药。伪灵根筑基就是一个遗憾，并且寿命也是一个问题。